上集说到，勇者一行人来到修道院，然而不论众人怎么翻找，依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修道士也只能无奈表示，如果连书库里都没有，那恐怕真的没办法了。于是众人只能先行离开，并在森林中重新讨论接下来的方向。辛梅尔认为北部高原分布着许多村落，如果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地方，说不定能打听到和石碑有关的民间故事。海塔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艾然更是补充，向村民打听情报正是自己的专长。辛梅尔也兴奋地附和，表示体力活就是他们的强项，这让海塔再次忍不住吐槽，难道他们都不会累吗？芙莉莲则冷静提醒，如果想要逐一探访村落，确实会消耗不少的体力，因为为了防止魔物入侵，这里的村落大多都建立在复杂的地形之中。辛梅尔听后也表示没错，他们过去就曾去过断崖之上的，也去过建在洞穴之中的，甚至还有坐落在湖中孤岛上的。艾然也补充道，自己当时确实被洞穴里的村落吓了一跳，但芙莉莲却有些疑惑，这对矮人族来说不是很正常吗？艾然听后忍不住吐槽，芙莉莲究竟把矮人族当成什么了？虽然他们大多以采矿和锻造为生，但基本上还是会住在地面，如果长时间没有阳光，反而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芙莉莲这才理解，但海塔却无奈地表示，希望自己的体力能撑得住。辛梅尔闻言立刻鼓励他，如果探访的村落越多，不就能品尝到更多当地美酒了吗？这句话瞬间让海塔燃起斗志，当即表示必须立刻出发，抓紧时间探访村落，收集情报。艾然闻言当即吐槽，他明明只是想喝酒而已。芙莉莲也忍不住补上一句，海塔果然是酒肉僧侣。随后众人来到其中一处村落，开始四处收集情报，可最后依旧没有任何收获，反倒是海塔已经彻底喝醉。当辛梅尔试图把他带走时，海塔甚至还狡辩自己正在向老板收集情报，没想到老板下一秒就当场否定，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相关消息，并请他们赶紧把海塔带走，因为他们已经要准备关店了。于是辛梅尔只能强行将海塔拖走。而这时老板却突然想起，自己以前从本地的冒险者口中听说，南方森林深处有一座遗迹，那里曾是统一时代的城镇，据说城镇中心还有一间大教堂，说不定能找到相关书籍。但辛梅尔听后却立刻想到，既然这是从冒险者口中传出的消息，那里大概率早就被搜刮一空，应该不会留下什么贵重物品。然而老板却让他不用担心，因为那些本地冒险者出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于是众人随后就抵达了那座传闻中的城镇，只是海塔此时已经累到跪倒在地。辛梅尔见状却只是笑着表示，海塔到了关键时刻可是很可靠的，自己可是相当信任他的。但海塔却只觉得自己好像快吐了，这让芙莉莲忍不住吐槽，海塔现在看起来完全靠不住。辛梅尔也只能无奈转移话题，询问芙莉莲魔力探知的结果，但芙莉莲却只是指向了远方的钟楼，表示这种情况还有探知的必要吗？只见一只黄玉龙赫然停在那里，辛梅尔也沉声感叹，这可是生活在北部高原的龙族之中最为强大的存在。芙莉莲也认同这点，并判断这一带恐怕都已经被他划为领地。也正因为黄玉龙的存在，他的魔力探知才感受不到其他魔物的气息。但如果辛梅尔有所顾虑，自己也可以再次进行更精确的魔力探知，只是这么做势必也会被黄玉龙反向察觉。然而话音才刚落下，芙莉莲便意识到已经太迟了。黄玉龙此刻早已发现众人的存在，并立刻释放出强力的龙息攻击。可等烟雾散去之时，芙莉莲已经用防御魔法将众人护在身后，这让海塔都忍不住惊呼，他的防御魔法居然挡住了龙息。但就在芙莉莲准备提议撤退时，辛梅尔却已经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让艾冉从正面吸引黄玉龙的注意，自己和芙莉莲则从侧边发动攻击，海塔则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在确认分工后，众人立刻依照计划展开战斗。经过一番艰难交锋，他们最终也成功击败了黄玉龙。而海塔这时注意到辛梅尔的肩膀受了伤，便立刻打算替他治疗，但辛梅尔却觉得完全没受伤反而不够真实，毕竟自己刚才那华丽的一击可是相当帅气的。随后海塔还是让辛梅尔乖乖坐下接受治疗，只是他自己却一副快要吐出来的样子，让辛梅尔忍不住提醒他，千万不要吐在自己身上。芙莉莲看住眼前的众人，也在心中感叹他们还真有活力，但转念一想，他们以前不也一直都是这样吗？而他脸上不自觉露出的微笑也被辛梅尔注意到了，于是他立刻询问芙莉莲怎么了。芙莉莲则轻笑着回应，自己只是觉得他们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辛梅尔听后也笑着表示这是当然的，反倒是芙莉莲变了不少，如今的她似乎比以前成熟许多。芙莉莲也承认了这一点，毕竟自己确实经历了很多事，不止魔法技术进步了许多，自己甚至还开始收徒弟了。辛梅尔听后顿时觉得芙莉莲变得相当可靠，于是众人也兴奋地进入了教堂。然而才刚进去没多久，芙莉莲就再次踏入宝箱怪的陷阱，这让辛梅尔顿时无语，立刻收回刚才说他可靠的那句话。艾然更是直接吐槽，不如他们就把这个精灵留在这里算了。而随着时间来到夜晚，辛梅尔等人也准备离开，
海塔无奈地表示，看来这里依旧没有任何石碑的情报。艾然也认为他们又白跑了一趟，但辛梅尔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成功击败了黄玉龙，这片地区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和平，所以这绝对不能算是白跑一趟，至少他们确实为这片区域做出了贡献。海塔听后也轻笑住认同了这点，但就在辛梅尔兴奋地准备前往下一个村落时，艾冉才发现队伍里似乎少了一个人，于是众人只好返回教堂，果然看见芙莉莲又再次被宝箱怪咬住，让所有人都陷入无语。随后在路人的指引下，他们最后来到了另一座城镇，而海塔则一如既往的立刻跑去喝酒。众人也从一名村民口中得知，这个村落其实才刚成立不久，并没有什么悠久的历史，自然也没有关于女神石碑的传说。但对方很快又想起另一个人，表示村子里有一位名叫基塞尔的矮人铁匠，已经活了100多年，说不定他会知道一些和石碑有关的情报。于是众人立刻找到了这名矮人铁匠。辛梅尔一开口便询问对方是否就是基塞尔，对方听后只是承认了身份，随即又指出他们还真没礼貌，正常来说不是应该先自报家门吗？辛梅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立刻向对方道歉，并说明自己的身份。随后基塞尔也邀请众人进入房间，并问起他是否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勇者。辛梅尔顿时有些好奇，对方难道听说过自己吗？基塞尔这才解释，越是靠北的地区，受到魔王军摧残的程度就越严重，因此能成为人民希望的消息往往也会传得更快。他早就听闻过辛梅尔一行人的故事，他们不仅击退了断头台阿乌拉的军队，还消灭了七崩贤之一的贝泽，至今已经拯救了无数地区，所以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的故事，甚至有人会将辛梅尔称为勇者中的勇者。辛梅尔听后顿时自信心爆棚，嘴上说着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但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却让众人瞬间无言。海塔更是提醒对方不要再夸下去了，否则辛梅尔恐怕真的会得意到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芙莉莲这时也问起女神之碑的情报，但基塞尔对此并不清楚，只是想起自己以前住过的村庄里，村长家似乎保存着几本关于女神之碑的文献，现在应该还留在那里。海塔闻言立刻追问村庄的位置，可基塞尔的注意力却落在了辛梅尔的剑上，于是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告诉他们，但在那之前自己想先看一眼辛梅尔的剑，因为他一直很想见识传闻中的勇者之剑。海塔听后顿时有些慌了，但辛梅尔却平静地表示没事，随即便将自己的剑递给了基塞尔。而基塞尔仔细观察那把剑后，也验证了心中的猜想。辛梅尔对此并没有隐瞒，坦然承认自己的剑其实是赝品。基塞尔冷声回应自己很清楚，因为这把剑正是他刚成为铁匠时替一名商人打造出来的。于是基塞尔忍不住问起辛梅尔究竟是怎么得到这把剑的。辛梅尔也解释自己当年在中央诸国边境的村庄里帮助旅行商人击退了魔物，并作为回报收下了这把剑。基塞尔听后不禁感叹，没想到这把剑竟然去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如今又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实在不可思议。随后基塞尔表示，比起这把剑，自己手上还有很多更适合辛梅尔的武器，自己现在就能拿出来让他挑选。但辛梅尔却立刻叫住了他。基塞尔原本以为他是在担心钱的部分，便表示自己不会收钱的，因为这把剑原本就是以勇者之剑为原型打造的仿制品，照理来说只是一把应该被当成收藏品的剑，可他却不知为何被交到勇者手上，还与勇者一同踏上旅途，就像真正的勇者之剑一样，一路并肩作战到现在，想必这把剑本身也已经相当满足了，所以他真的很感谢辛梅尔将自己的剑带到了这里。然而辛梅尔听后只是轻笑住回应，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因为这把剑早已是自己的伙伴，他会带着他一路走到魔王面前，并亲手将魔王击败。等到那一天到来，世界也将迎来真正的和平。基塞尔听后也理解了辛梅尔的觉悟，于是表示自己就替他好好打磨这把剑。而在基塞尔的修整之下，辛梅尔的剑很快变得如镜面般明亮，也重新展现出锐利的锋芒。而基塞尔也告诉了众人村庄的位置，但仍严肃提醒他们务必小心，因为那个地方如今早已变成魔物的巢穴。可辛梅尔听后却觉得正合他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用这把剑再次开辟出通往和平世界的道路。